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安倍萨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然后他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技巧。安倍萨的话，打野确实无论是在打野还是线上他都有一个很出色的表现。但在下个版本的话，可能会因为 AP 装备还有一些 AD 装备的一些改版，战士其实没，就是 AD 战士其实没有吃到太多的那个优势，反倒是刺客或者说那个什么 AP 英雄，会来到了一个版本的一个大调整，肯定会有很多 AP 英雄会吃到红利的。下个版本的话也就10天吧，7月10号就要进行一个版本，应该会提前1天，因为它7月10号是换赛季，然后7月9号的话会提前1天更新。到时候我会在那一天录制一些当天的。就等到时候就是我要把我所有的素材都要删掉了，就是录了很多素材，其实但是你一到换版本的时候肯定是要删掉的，不可能说还拿来做视频。刷野速度的话，只能说来到合格线吧，1分45秒才能出野区，而且还没有吃那个河道蟹的。这里的话，对方压线，但5级了，寡妇先到场，第一时间来大这个大寡妇，应该是会被关进去吧？关，这铁男没有大招吗？他没有大招，半天都不关，那就肯定是没大招了。可惜没有让辅助碰到最后一下，如果让辅助吃到这个人头的话，就很舒服了。这边可以看到杰斯的话，疯狂被对面的这个卡玛是中单卡玛，加里奥是辅助是吧？对面的阵容说实话已经很离谱了。中单加里奥那个中单卡玛选出来的话，肯定是不能说去搭配这个阵容的。对面这个阵容卡玛搭配起来缺伤害，我跟你说。寡妇一旦打不出该有的伤害的话，铁男关到一个，他们是只能靠进去打那种持续输出的话，并不太够。只能走了。被拉进来，还好下来了。对面的话应该是下不来的。说实话还别说，铁男这个皮肤比他那前面几个看起来大招是好看很多哈，起码关进来以后，整个地图那种亮感，就其实就是如果再亮点，其实叫做光污染，就是他现在的皮肤都很炫的，
很多炫彩。他其实我感觉就是策划找到了一个方向，就是要把这种，比如说现在联盟的其实地图整体来说还是偏暗一点的那种颜色，对吧？那如果说他做的那种英雄特效啊，就很鲜明啊，然后又很多那种华丽的特效啊，它就很好卖，你知道吧？而且还卖的死贵了。它现在基本上的好看的皮肤都是需要去抽的，就不可能说啊我就直接买，知道吧？它现在就是这样子，这一端的皮肤呢，就完全是做给那种有钱人，就比如说啊比较富足的，是吧？或者说某一些很喜欢，比如说铁男这种英雄，就是你的绝活英雄，对吧？你就拿他上分的，对吧？那他就会，你多多少少为了想要这种手感的话，你就花钱去买这个皮肤。这样健身那个一整套下来的话，每个几千块钱吧，估计是拿不下来的。差不多吧，差不多估计也就每个地区差不多就是1个月或者半个月的工资的样子，差不多。这边让队友靠一靠，对面寡妇是没有大招的，这边有大招，可以找个时间做进场就可以了。哎，大错人了，大到个辅助，大到个铁男，又被拉进来，很难受。第一时间拉开距离，让队友去解决这个残血的火男就好了。铁男，说错了。那这样的话，对面被队友收割了啊，这边也可以顺利的来反这个那个什么换资源啊。本来他应该是想要利用自己这种优势去控双资源，可惜大招没大好，能大到寡妇的话，这局那个龙肉还真有可能。而且对面铁男就有个点，就是对面的铁男有个大招优势。你一进来他就直接拉你，其实就算大招寡妇的话，第一时间其实也杀不掉寡妇，会被铁男第一时间拉进去。像对面这种有4个法师吧，4个法师伤害的时候，你这个影魔刀收益就非常高。如果是对面是 AD 英雄比较多，你就做死亡之舞就可以了。就 AD 装备的话，就 AD 装备你要分要分战士的 AD 装和那个射手的 AD 装，不像 AP 的话，其实就可以灵活的去选择。你想要直接打爆发，还是你要利用英雄的那种持续输出能力，做那种做一个巫妖之握什么的让自己体内伤害多一些。AP 如果下个版本来的话 ，CD 书好像是被删除掉了。就那个捡大招 CD 的那个窃魂法典，对。这里大招预判失误，他这个大招放的，说实话是有点不怎么行。这一局下来，玩得很随意，但也正常了，因为赛季末打分都不是特别，就是代练嘛，懂吗？就是到了赛季末，其实赚的就不是说特别那个了，多了，不像赛季初那样子。赛季初他们这些绝活哥一边接单一边直播，然后哇，
基本上不怎么睡觉的，就睡几个小时，要起来接着打。所以他们其实赛季初也不好去找到那种打得特别好的录制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都在猛猛的，就是要为了接单子要去上分。所以游戏像这种游戏的话，哎呀，在这边又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那种不允许代练啊什么什么这种法律啊或者规定，不像韩国那么严谨。像那个韩国那边如果出现代练，好像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或许在未来，在某一天啊，是吧？电子竞技会成为一个比较严谨的一种比赛或什么的。这里有优势的话，赶紧把龙给拿了，不要有这种小龙压力了。大招终于大到了对面的寡妇，铁男会不会拉呢？没拉，没有大招的。那这样的话，回头可以去拿大龙了。这一波切入非常舒服。可以看到啊，他 W 随着伤害就是攻击力和那个等级上来以后 ，W 提供的护盾其实蛮厚的。像这边队友其实去带边线的话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反倒是安倍萨这种比较灵活的英雄啊，去带边线就最好的。像这种情况下，小火龙肯定是可以去吃下半野区，然后队友就从中路，然后去往这个对面的下半区野区去站，知道吧？这种的话，第一时间首先一个点能给队友带来一个视野，就是给边带的英雄带来一点点视野。然后呢，也能第一时间就是说发现人以后可以往下去靠。3级大招的话 ，CD 很短，这边真的是随便放得很随意。刚刚是没有大招啊，所以不能这么去越。但有大招完全可以是越的啊。对面说他选卡玛出来就有点在混分的嫌疑。那卡玛在这个版本就是不适合打中单，刷线能力根本就没有。更别提还要在这种比较高强度的这种巅峰赛里面去打，节奏的话肯定是跟不上的。大招砸一下，呵呵。还好寡妇的装备并不是很理想啊。这卡玛好像很喜欢带线，我发现。
中路打了起来，赶过去给个大招，直接给到对面的射手身上了。射手真的是无妄之灾。就安倍萨好处就在于他这个大招啊，如果在团战里面就人堆里面去抽奖的话，其实有奇效啊。可能你抽中的，比如说你想抽中的没抽到，运气不好就抽到了对面的肉，对吧？那运气好抽到对面 C 位，那你就很爽了，基本上就可以第一时间把对面的 C 位给秒掉。这边可以直接拿龙，那对面其实也没法打了。破2路高地，然后后面只要有个大龙 buff， 中路一带，是吧？然后再上路有人去边带一下，就结束了。这里让时光给个大招，直接做进场。有金身，拉一下。但是这种太灵活了，看到没有？就是只要有队友能给他一些保命的这种，比如说像莫甘娜的盾啊，或者说是吧，一些就很舒服。那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